就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Test Drive 试驾系列啦。没错，我身后面这一辆 Toyota Corolla Altis 2007年的，就在我身后面啦。之前我的影片呢有试驾过一些旧款的那个 Corolla SEG 啦，然后 A192啦那些旧款的，14年那款的 Corolla Altis 最新款的 Corolla Altis 我也试驾过。这一代的 4AT 呢，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过哦。那么这一款在马来西亚呢，其实很好卖，你看到随街都是。现在二手价钱呢，大概是在1万多2万块左右的。我个人认为啦，比较好看一点点的是2010年以上的那个有跑 CVT 的变速箱，这款其实也不差的。最主要就是它的前网啊，看起来都非常的大气，这么多年以来都非常的耐看，然后非常的大方得体了。我们只去看看这辆车再试驾。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 ，Let's go。这辆车是一个07年的车，它是一个 facelift 小改款。坦白说，我对这辆车不是很有太大研究，小改款或者不是小改款，我不是太清楚还有什么东西改变。但是我发现到它这个钥匙呢，它是一支的。如果是小改款以前的话，它是一支钥匙，然后下面有一个 alarm 的那个灯，这一个呢就直接一体式的。这是解锁，这是锁。所以锁的话呢，声音是2声的。如果是解锁的话呢，它的声是1声的哦。以现在Toyota来讲，它是比较相反啊。这辆车呢，其实原本它是1.6公升的。这个影片要非常感谢他啦，佳杰，他就说他踩爆了那个引擎，然后就换上了1.8公升的下去。就想当年的Altis有卖1.6跟1.8公升的，1.6公升的代号为 3ZZ，1.8公升代号为 1ZZ。这辆车其实也没有改太多，换上了一个 DRS 的 adjustable， 大概调2根手指啦，换上了一个 Westport 的 TC105N 的轮圈，用这的轮胎是205 50R16 寸的。Continental UC6， 原装的刹车卡钳也不会算很大。后面的方面呢，大概2根手指啦。这辆车是1.6公升的，可是它后面带有刹车卡钳哦，虽然不大，这么小。我觉得以前的车它不会去省这种成本太多，然后就给你这种连1.6公升都给刹车卡钳。或是现在的时代呢，它只要逼你买到最高配，它才会给你。轮胎也是一样，205 50R16 寸 UC6 的轮胎，也是一样 Westport TC105N 的轮圈。我相信大家都很习惯看了这个前脸或者是它的尾部，大家都不陌生了的。这辆车为了增加下压力呢，车主还装了一个大尾翼，你看到吗？哇，下压力99哦，真的是厉害。那如果要开启后面的话呢，就可以用钥匙插一插啊。但是首先我们要先解锁一下。真的是相当大，所以这种车是比较实用的，空间大，耐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后面有一个备胎哈，应该后面会有一个板的吧？然后这个板都没有了，这个 custom 自己弄的。后面就有4粒的 parking sensor， 前面2粒哦。至于它的安全系统呢，够用就好。Toyota以前没有给到很好。调整座椅的高度，可是它高度只是这边上下而已哦，前面没有的，都是手动调节的啦。车主哥告诉我了，要先按一下解锁，插一下钥匙，它才有那个 immobilizer detect 到，它才能 start 到车的。所以我试一下，不要按，试一下 start 到没有？是不行哦，所以你就需要按一下解锁。哇哦，很特别一下哦，这种功能。仪表是这个颜色的，在1.8公升的仪表好像有点不一样，它的仪表是可以换颜色的，就是你只需要按这个99。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短片，但是这个1.6公升的话就不行了。这辆车是车主的外公传下来的，给他加的，所以大概150千的马力学不会很多。1.6公升的话，竟然是有给自动的恒温空调，但是虽然是单区，我觉得以前日本人呢设计这种 button 呢很整齐，而且又大，90%以上的人都明白它到底是干啥的。好像这个就是 temperature， 这里其实有2个盖，这个盖打开呢，就是可能烟灰缸还是放一些零钱，这就是可以打开。车主是拿来放手机的，很深，差不多半个手掌这样。4速的变速箱 ，4 speed auto D2L，
这个就是 reverse。你会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button 哦，它是一个 ECT、Normal 还有 Power。如果你是正常驾驶的时候呢，你就用 Normal；如果你有点斜坡还是什么，你不要它那么快进档的话呢，就按 Power。所以我们等一下试一下 Normal Mode。这里有一个 button 是 Overdrive 哦，对咯，这个就是所谓的3档吧。这里就是有2个这么大的置杯架，有盖的，还有一个传统手刹，中央扶手，双层的哦。虽然这是软质塑胶，但是没有裂，没有什么，很好看。虽然这里是有一点松了啦，可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实这种木纹呢，就很怀念当年的那一种，好像很高级的感觉。其实它是 plastic 来的。这么多年以来的车，一定会遇过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档挂就一定是有那个 rubber 会爆掉，所以你进不到档，你怎么推都好，它还是锁死在那个档，因为里面的 bush 爆掉了嘛。Artis 很好呢，就是它不用拆很多东西啊，只需要拆这一块，然后你就可以换了。如果是比起 Toyota Camry 就麻烦多了，它太多那些 plastic 啊盖子了，你要一层开，你才可以找到它里面。电动调节的 side mirror。很可惜，这个方向盘呢只能调整上下，不能前后的。椅子是蛮软的，一般上Toyota给到的，软软的，舒服。打开头灯，打开 headlight， 打开窗，一键上下，然后只有在 driver side 这边才是一键上下。我最怕的事情来了，这最怕的事情就是这样。打开引擎盖，这个是打开油盖。还有车尾箱，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然后大概是在一个拳头，同步空间大概是在一个拳头，就很宽敞一下的。坐垫是比较短一点，可是它比较软，没有中央扶手哦。这边就是皮革，这边是硬质塑胶啦。这款的尾灯呢，已经是有一粒 LED 了的。它的漆是黑色，有带一点亮漆的，应该是车主的外公去喷过了。现在阳光一照下去，蛮漂亮一下哦。大灯是一个 reflector。这副引擎呢，从一个1.6公升换上来1.8公升，代号为1ZF1的4缸的自然吸气的引擎，它可以产生134匹马力，还有171个牛顿米，在4200转的时候会爆发它最高扭力峰值啦。配搭的4速变速箱，前面加了一个 Ultra Racing Bar， 也还有一个8在后面的，虽然没有改过什么排气管什么，但是车主呢换上了这一个 Works 的 Air Filter， 米德好像看不到，这样所以我选择开一点小灯，我去试驾。哇，一坐上来Toyota，我跟你讲呢，其实。这么多代的Toyota里面哦，其实它的Vios 啊、Artis 啊、Camry 啊，你一坐进去你是很习惯的，知道它的那个 button 大概是在哪里了的。比如说它调窗的以前就是放在这边的，然后 Camry 就很喜欢放在这边的，所以这个日本人的设计呢，它就是会把那些经常会用到的东西放在一些比较我们顺手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去那个 button 在哪里啊，button 在哪里这样子。哇，这个 adjustable 不会讲很硬哦。算蛮舒服的一个，它是可以调硬软的是吗？这个？只能调高低。哦，只能高低。然后它是偏舒服的，所以你也不会把它调得很低哦。有想过要再调低？还要再调低啊？调低不懂会不会再硬一点？可能会，因为讲呢，它的那个 rebound 都会，它行车比较短一点了，所以整个加起来感觉就是很大咯。它整个方向盘来讲呢，虚位会比较多的以前的车，你知道吗？就不像现在的新车这样啦，你摆一点点，那个反应很非常大。你看这个，这个就是以前的Toyota的这个味道。就以前的Toyota就比较没有什么驾驶乐趣的。我不要讲那些什么Celica啦，那些厉害的什么 Mark II 啊、1JZ 的 engine 那些不要讲，我们就讲普通的家用车。小的时候我会总觉得，Toyota为什么设计啊不像Honda这样？Honda每一代的设计它越出越美啊，整个内饰啊都很前卫。Toyota就比较安格啦，它用什么木纹的这样子。当年这个年代Honda呢就很喜欢用 5 speed 的，而且Toyota就一直用4 speed， 然后我一直在吐槽。但是长大了之后呢，才真正了解到为什么当年的Toyota要坚持用4 speed。因为它耐用，10多20年以来是非常耐操的一个变速箱，保养费非常的低，而且它的这个变速箱很轻，所以你的车不会很重啊这样子。然后它的 ratio 啊，它的 tuning 真的是刚刚好的，它不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很吃力啊那些。这辆车 engine mounting 还是美美的哦，然后底盘也没有什么声音。你会换这个 adjustable 是因为 absorber 坏掉还是什么？是有点问题啊，然后就顺便换一个 adjustable 这样，可以调低车身，然后性能不错这样。直接改咯，不用修了咯。直接不要换，直接改。很轻快哦，还是这种Toyota就是这样 ，4AT 就是特别的，在市区驾驶的话特别的轻快，也造成了它有一个假象，就是我这辆车好像很有力量，但是你踩到完那个力水是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我试一下，当我放
ECT Power 的时候，它叫做 Electronic Control Transmission 是吧？它有那个 TCU 嘛，控制它不要它这么快换挡，拉到比较高转一点点，没有这么容易进升档这样子。现在是开着 ECT 的情况下，我们试一下，比较愿意降档这样哦。如果我关掉呢？它反应也是快啦，只要你的油门肯点下去的话，还是会好像。你看现在新款的哎呦 ，what the 女司机，这辆车的视野角度是非常的好，很宽的话 ，dashboard 因为不会很长，所以就看了没有这么距离那个车头这么远，然后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呢都是比较大的，就感觉到很安静啊。就视野角度非常的好。这款的 Toyota Altis 呢，我在看到在泰国了，很多泰国仔，它就改善 2ZZ 的引擎啊，就是所谓的 Celica 那类引擎啊。那我在前几个影片有介绍过这个 Toyota Vios 啊，之前我试驾过了，也是改了 2ZZ 的，很爽哦 ，manual 的，然后可以拉到大概8000多9000转没有问题啊，看你怎么改，非常的爽啊，声音像 VTEC 这样。阿杰通知我试驾之后呢，不久就有一位车主看到我家 Vios 2ZZ 嘛。他就说：“哎，我有一辆Altis 2ZZ，看有没有机会安排一下。可是他不是 KL 人，就要看他有没有机会下来试驾他的车一下。如果是 Altis 配上 2ZZ 的话，会比较没有这么快，因为 Vios 本来就比较轻嘛 ，Vios 大概1000多公斤一点，Altis 的话大概1200公斤以内啊。好，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我们来开这个 ECT Power， 我就用低热去就好了啦，给它电脑自行分配，踩完。”它的窗的 switch 要等多一下了，要等了。哇，它的那个换挡的速度不错哦，这么多年以来，反应不错哦。那我再试看再踩，看到吧？它的降档反应，有。4 speed。如果我开这个 overdrive， 它就是一个3号牙。OK。哦，我相信哦，如果没有换上这个 adjustable 的话，是不是那个车身的这个侧倾会比较严重，很软，是不是？这样架起来都会比较那个车没有这样浮哦。对，之前的话就侧倾很严重。然后它车很舒服，是不是？可是如果你换上了这个现在这个的这个setting的话，我觉得 OK 嘞，没有很软，也没有很硬。坦白说，如果你给我啦，你不讲哦，我没有什么发现到，它好像换掉了，换了一个 adjustable。可是呢，在过弯的时候我就大概懂了，因为它没有什么侧倾，看到吧？好像不会感觉到整辆车很重啊，整个屁股好像。那个屁股好像没有什么力这样啊，那个 adjustable 这个很 OK 耶，现在这样子加。其实以前你加1.6啊，跟现在换了1.8啦，你有感觉到那个动力有什么分别吗？其实就差不多了。就加速方面差不多，可是在尾速的时候会快一点。哦，就是在 top speed 的时候啦，因为他当年我觉得很尴尬的。要推出1.6，要1.8，这两个好像相差不远吧？所以很多人因为了价钱，哎呀，如果我不考虑到配置的话呢，1.6其实也是够用了啊，我们平常生活驾不了嘛。除非你讲你推出1.6跟2.0之分啊，这样就有很大分别。可是当年就1.6跟1.8多一个200cc。OK， 我现在试看啊，有 adjustable 有喇叭的 Altis， 我们100过弯可以吗 ？OK 啦。比我觉得严重来讲就很够力哦，太软了啊，那个设定，这个可以啦，刚刚好兼顾到我们日常生活驾驶。Of course， 如果给我的话，我还想要它再硬一点点，可是这个感觉其实比原装好太多了。
在家人不会头痛吗？家人就改了，好像没有改这样的感觉，他不会去太细腻啊，他们感觉到，哎，有改变不知道，但是车主又很明显感觉到很大分别。哇哇哇，Saga, what are you doing, man? Yeah, not bad, not bad. 其实这样 OD off 很顺耶，加到它的动力啊，就差不多要来了那种感觉，又没有大压力啊，对这辆车来讲 ，OK 啦，1.8公升对于这个车重1100到1200公斤来讲是很够用的 ，OK。OK， 我们就到云顶山脚了。下一个影片又要上山了哦。我最近收到一个 comment， 你知道吗？马来人写的，他讲，应该要给你一个奖杯，就是1年上最多次云顶的人，是吗？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啦。你哪里知道有些安哥每一天上云顶赌钱的嘞？我再下来哪里知道？换去2档看。我不小心降到1档哦，然后刚刚知道不可以进的啦，没有这么容易给你进的，有洞啊。OK， 好了，我们终于到山脚这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谢谢老板，我们就OK， 下个影片再见。你看那个漆，不知道你们看到吗？亮亮的。这个亮粉放很多，很漂亮。这个颜色，刚刚没有阳光的时候看不出来，现在看到整辆车 bling bling 的感觉有没有？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art 2从下云霄再见啦，拜。